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Adler， 这是一个车评标兵，欢迎回到来乱拍新车介绍系列啦。我的人呢就千里遥远，从 KL 飞到来北京 Auto Show 2024呢来看车的。我今天看到一辆车，现在在马来西亚目前为止是没有售卖，它只是在台湾、还有中国、还有海外都在开始售卖了的一个全新的 Toyota Camry XV80哦。我记得我试驾过 XV70已经蛮久一下了，但是还是 6AT。8AT 的那个我还没有机会试驾的时候，现在 XV80已经推出了的，整个外形变得有点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我来讲，它的长相是越来越的年轻，越来越的好看的啦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辆车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啦，到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好，各位，在我身前面这辆就是一个全新的 Toyota Camry XV80 了，它的车身轴距为2825mm， 车身长度4885mm 到4905mm了，宽度为1840mm 了。在中国这边，它就有卖着2.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汽油版4缸的，然后还有卖着2.0公升的 Hybrid，2.5公升的 Hybrid 总共有2个可选择，一个是双电机，一个是3电机。没有错的话，那3电机最高的马力可以高达232匹马力，而且它是4轮驱动啦。在马来西亚会不会带进这一款呢？我们就不知道。XV80 呢，它还是延续着 XV70的一个屁股这边有翘起来，像一个小尾翼这样的感觉啦。如果再加多一个 ducktail 下去的话，感觉更加的sporty， 更加的运动化的。在我前面这辆车是一个2.0公升的 Hybrid 的版本。这款的 Toyota Camry 的，其实它的整个外形呢有一点像 Lexus 的影子的，尤其在还有尾箱这个方面，看起来有一点 ES250 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空间，因为毕竟买这种车都是看后座空间嘛。我的头空间大概是下多过一个拳头，然后我的腿空间呢多过一个拳头的。坐在这边的整个包覆是非常的爽，整个坐驶的体验都是很不错的。日系车的座椅都是偏舒适偏软的。我这边有一个手扶箱打开，我就在这个2.0版本呢，可能它cut掉了一些配置啦，所以这边就不会有看到可以调整这个座位的这个角度。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的 XV70 哦 ，facelift 版本就是 8AT 那个版本呢，它还可以调整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。我觉得这个车的高配版会有，不过如果是没有得调整的话呢，其实它的倾斜角度已经是很不错了的，因为毕竟还是一个 D segment 的房车。可是它这一块就凸起非常的高，买 Camry 通常就很少会坐5个人的，都是坐4个人的，也坐的比较舒服一点。上面还有2个大天窗，虽然它没有像全景式的这里中间一个结，好在有这个天窗的帮助下，让我这个头部空间看来都没有这么压迫感。要不然 XV70 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这辆车好像感觉到这个顶都会好像要敲到我的头这样啊。这款2.0公升的 Hybrid 版本呢，它还有一个 Boss Switch， 你可以调整这一个副驾驶的这个座位的前后，延续的上一代一模一样哈。这里后座还有冷气出风口，还有2个 Type C 的接口啦。如果说升级方面呢，它就跟 XV70 差不多了，尤其是这一个饰板这一方面。这款的颜色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呢，那个灯一打下去有一点紫色的感觉，它到底是白色还是紫色，还是有一点带灰色呢？灰白色呢？不知道了。如果来到驾驶座位这边，你会看到这一代的 XV80 呢已经升级了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盘哦。然后这辆车因为是 Hybrid 啊，你会看到这边有写着 Eco 还有 Power。这里就是时速表，中控这方面呢已经升级了一个更大的这个荧幕，然后它就是可见这个隔音真的是非常好的，关门之后听不到外面的哈。所以这个中控的荧幕呢已经是升级到比更大的，而且更四方，它把这个荧幕带出来了，以前是藏在里面的嘛。空调的按键呢，它还是保留着 Touch 的在这边，这里还有一个无线充电，2个置备架哈，这里就是它的排档，档挂还是维持着跟之前一样直排式的，还有一个 S 档 Sport。会看到有换挡拨片啦，Auto Hold， 还有 Parking Brake， 这边有一个手扶箱打开，非常的大，有没有？这款的 Camry 还是延续着风琴式踏板，我个人是最爱了，比较 premium 的感觉，而且还有脚踏的灯哦，这个就是它的 signal 灯。和上一代的用的材质是一样的哦，这边有头灯调节的高度，还有自动远光灯啊，防滑系统关闭，还有360的 camera， 开启后尾箱，还有油盖，这边跟上一代一模一样哦。
哦，我发现到这边这一块就有升级了啦，看起来有点水晶似的，非常的好看。这里还有个 SOS 的 button， 还有一些灯的按键。开启后尾箱的方式，除了可以在里面按之外呢，用钥匙打开，或者是这边后面有一个电池阀。可是我就按不到了，应该是没有通电的关系，所以我开不到车尾箱。很可惜啊，我还以为里面已经打开引擎盖了，但是我还是开不到，应该可能它 lock 着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就有360 camera 啦，日行灯呢已经拉到像这样，都换成了一粒 projector 的 headlamp 了 ，Full LED 的了。所以看了的整个头灯更加小的感觉，跟上一代一样的尺寸，可是轮圈就有一点做了一个小改款。轮胎尺寸用这235/45R18，前后都一样尺寸啊，用这 Goodyear 的 Assurance 的 tire， 后面还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啊。Camry 都不会给到什么大卡钳啊那些啊。因为它不是拿来给你跑的吧，这种是来舒适的吧。后面也是有一个 single board 的刹车卡钳，是一样18寸啊。顺便来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最新款的皇冠啊，现在马来西亚不可能会卖这个新车的啦，但是真的是长得非常的漂亮，有等级有身份的呢，就是这个皇冠。来到马来西亚应该很贵，很多人都不会，那个市场应该没有这么大。这个轮圈很漂亮，很 grand 哦。有点像 Rolls Royce 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皇冠4活塞刹车卡钳啊，大的是没有喷漆而已。这辆也是一个 hybrid 的啦，非常的好看，真的很 grand 很 grand。看尾箱方面，你看多好看。Damn， 真的很有身份了。Alright， 这一个新款的 Camry 就带你们第一人称视角 POV 看到来这里啦。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一款的 Toyota Camry， 然后你们期不期待来到马来西亚呢？来到马来西亚价格一定是超过20万的，因为你要知道 XV70的价钱已经是20万了。如果还肯带这个最新的2.5公升的 Hybrid 232匹马力的来到马来西亚，就最好不过了啦。好了，我想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会在这个场合里面看还有什么车。拍给你们看，所以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Goodbye。